罗永浩一定会没事儿的，因为他大爷是郑国吉。虽然说已经退休了，但余威还在呀。毕竟当今圣上习近平也曾经是他的下属之一，西贝也会没事儿的，因为他们的投资人里就有现任的权贵，人家计划明年赴港上市发大财呢。上海绿捷那就更没事儿了，因为他们的背后是新希望，新希望的老板是全国政协常委，而唯一有事儿的那就是中国老百姓。预制菜咱们是吃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2号。今天呢，我把3个事儿串起来，你就明白中国的预制菜江湖水太深了。咱们先分享一下国外有些大 V 讲这个罗永浩窜了，他是紧急出境，先到香港，香港不保险，直接又窜到了日本，因为日本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。他在出境期间国内就有了一个执行法院的通知，他是老赖之一，你说他敢回来吗？甚至有一些国外的大 V 说你要不要申请这个保护然后就别回去了，我能帮你想想办法。实际上我告诉你，他一定会回来，因为他的后台是郑国吉。果不其然吧，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周一，他已经回到了上海。他发了一个微博每句话都挺有深意。来，咱们看看他说了什么。一开始就告诉各位回来了3个字，简单吧，人已经入境了上海了。后边你再分析一下。他说我爱上海，这次特别爱，本来确实是正常出差，但是听到一些消息后，再想到某地劣迹斑斑的过去，确实有些犹豫，就多待了2天。这句话就明确告诉你，没回来我确实心里害怕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关系归关系，那毕竟不是亲大爷大爷只是个昵称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了期间给相关部门做了一系列的问询和确认，最终决定还是相信法治，相信政府。这句话就很清楚，他得给自己大爷和自己周围的人问一下，我回来能不能搞我，然后呢回来以后会不会限制出境。这个他应该得到了勾兑的结果，所以他回来了。最后也是撂了一句狠话，也不是吃素的。他讲到，再一次如果他们真敢蛮干，他们就完了。那意思就是我后边也是有人的。接下来我就告诉你，他大爷是曾经的郑国吉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。在这儿我们就来说一下，他跟郑国吉是怎么搭上这个关系呢？罗永浩一直说自己是个屌丝逆袭小镇青年，那是他为了自己往脸上贴金，而实际上他爹是副厅级干部，曾经和张德江搭过搭档的。因为在89年的时候他爹就已经兼任一个是奉和县的县委书记兼延边州委书记。那个延边州我本人还去过，那个地方跟朝鲜是那个一墙之隔。我在珲春的时候就能看到3个国界，俄罗斯、朝鲜、中国。也就是讲他爹就是一个朝鲜族少数民族。那和张德江有什么关系？1990年的时候，张德江担任州委书记，就是罗永浩他爸叫罗什么珍呢？好像罗昌珍，他是副书记，正好是上下级关系。根据东北的那个叫法如果说我是那个副书记，我自己的儿子一定告诉他，这儿是那个伯伯，在东北这叫大爷。你想后来这个州委书记人家高升升到了吉林省委书记，再次高升。因为张德江的官运呢是在江泽民时期亨通的，
做的正国级啊是在胡温时期。你看罗永浩他爹一直干到州委副书记啊，政协副主席，干到头了。但是他的上司啊张德江，人家一直干到了吉林省委书记。接下来啊南下到了这个浙江担任省委书记，当时的省长啊是习近平。这个你明白了吗？他们搭政府班子搭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，这个张德江再次高升到分量更重的广东担任书记，而这省委书记啊就交给了习近平。后来啊他又一直干到中央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那时候已经是入常了。那后来啊他也干了一件特别露脸的事儿，就是2013年啊，这个薄熙来不出事儿了吗？薄熙来出事儿以后，他空降过去，临时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重庆市委书记。当时他的任务叫做整肃博王的流毒。你说这个流毒啊，实际上就是清理官场，把那些不忠于北京的，就是这个博王的马仔，都该关的关，该抓的抓，是干这事儿，好像干了1-2年才回来的。你看回来以后啊，他就担任了全国人大委员长，那是妥妥的正国级。而彼时的习近平啊，跟他是平级了，因为2013年老习已经是国家主席、军委主席、总书记了，那个人大委员长就是张德江。你说这个关系，老习不得给买个面子吗？既然说这个罗永浩啊，并不是有意的和这个预制菜过不去，也是无心之过，那回来就回来嘛。至于说保条小命完全没有问题，给这个正国级老上司留个面子，完全 OK。那我们再说一下这西贝，全国人民都骂，那现在他为什么能缓过来啊？这个就涉及到货比货得扔的问题。西贝的问题，预制菜确实存在，但是啊，有相当一部分呢，它是现炒的。它主要是什么？你价格卖的贵，你愣说是现炒，那你接下来就把那个预制菜你现场加工不就行了吗？它的品牌损失啊不难，因为它的投资商里有相当多的是现任权贵的孩子。人家原计划是2026年啊把它包装上市呢，做成1000亿级的大连锁呢，你说能坏了吗？再者说国内的媒体啊和这个都是要听招呼的，不允许你再报西贝的这个猛料了，那你开始夸西贝了，只要钱撒下去啊，不影响它的上市进程。你看我有错我改了不就行了吗？第三个就是现在上海的虾仁炒蛋啊，吃出沙子，吃出医院啊，吃出高烧的这个预制菜的问题，这个事儿你也没法解决。你本质上这个关系啊是在北京和上海的教育局，这事儿根本就不在区里。自从今年8月他们竞标啊，据说是有80多所学校，每天供应的午餐和晚餐呢是38万份，马上要冲到50万份。这原因是什么呀？它的资本方是通过李彦公司在香港注册，但是香港的实际管理人呢是新希望的副董事长。新希望大家都清楚，靠做猪饲料起家，后来呢又做新希望牛奶。他是老板啊，是一位闷声发大财的人物，工商联副主席，光彩促进会的发起人，也做过民生银行副董事长。他为什么是个人物呢？因为他干的呀都是赚钱的事儿。中国农业发展猪饲料人家是 No.1。 第二啊，后来他也开始做那个猪肉生意，又做那个牛奶的生意，他还是中国乳业协会的副会长。另外啊，他也有个生意叫莆田医院的华夏医院的投资人。你说开医院的、养猪的、做预制菜的多赚钱。有这样北京的关系，全国政协常委的关系，上海市如果你资金打点到位了，你底下的区里啊没事的，你挡不住的。你看教育局啊，就是上海市堂堂教育局啊都出来维稳了，
他今天发了个通知啊，我们有问题，我一定会严肃处理。他并没有说行，我们不再和这个绿捷合作了，人家没说这个，你还得吃绿捷的。为什么呀？关系在北京啊，实在是太硬。当然了，20块钱的午餐啊，也许有一半已经进了各级的口袋了。既然大家都分赃，你也换不了。老百姓的孩子，你还得吃这个预制菜，好吗？这几件事你串在一块儿就清楚了。权贵、商人啊都没事儿，有事儿的还是咱中国老百姓的孩子。预制菜不还得继续吃吗？只能说啊，你要回家以后给孩子多补一补，可以考虑买点什么进口牛奶啊，中和一下吧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我明天啊想聊一件大事儿啊，和每个人啊息息相关。中欧班列啊被紧急的叫停了，确切点呢是在波兰给截断了。你知道中国每天损失多少？每天损失25亿美金，175亿人民币呀！你说肉疼不肉疼？凡是中国出口的一些企业啊，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明天我专门跟你聊聊，敬请期待。再次感谢订阅大卫观点频道，我每天都有更新。也再次感谢打开小铃铛的朋友。明天我节目一上架，你第一时间就听到了。再见。